我是超自然研究社的一员，我们一行人登上这座孤岛，打算举行一场仪式，召唤传闻里的无动人。可仪式结束之后，这座小岛就被彻底封锁，诡异的命案接连发生，同行的人一个个离奇遇害，到最后整座岛上只剩下唯一一个幸存者。这场屠杀到底是无动人被我们召唤而来降下的灾祸，还是藏在人群之中人心制造的阴谋？这座孤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Hello， 各位好，我是游戏鬼 K，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这个主界面的话是越来越黑了，越来越乱了。哇，健忘症返乡同学会人面犬目击者二重山，我的爷爷。3日葵的种植方法，3养少女。然后呢，来访者关于中门社的一些传闻。OK， 第13个故事，无头孤岛，我们开始吧。无头孤岛，赞。听说这个故事的话是全天最长的故事了，听说将近2个小时多哎。2025年5月5日是2点，是大海的声音，这意味着什么呢？不知道哎。海浪声，接着上一集我们来到那座舞岛那边做那个什么活动了吗？我记得上一次好像就是这样这件事。路过校内的社团活动楼时，入口处一张海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啊，什么海报？记得超自然现象研究社将在暑假举办一场名为次元通讯的活动。等等等等，阿良啊，这个不会是二重生里面那个阿良吧？啊，那声音呢？也抽到了吗？啊，他们下来在做那个什么活动，然后呢，举办那个什么不知道的东西。龙真又有新角色了，妈商2点半了，人到齐了吗？哦，西潮3个人了。哦，他们一起打车来的，说大概10分钟后到。这么说的话，他们真的是来这边养的西河南，这也是二重生里面的人哎。对，他们2个准备学校的课题已经忙了1个多期了，所以说这次是要打算把所有人都集在一起。社团活动就上周就通知了吧？是，就不能让他们抽出1天的时间吗？他们可能被无动能攻击了吧？估计很难，听说那个课题再过2天就必须提交了。汽车的方向发生了严重的事故，交通已经彻底瘫痪了。就算他们现在从学校出发，也很难赶在傍晚前抵达。还有北感冒也很严重，嗓子哑的说不出话，也没法正常参加。我感觉不是被哑了，正常不是因为哑，而是因为他们几个都被无动人攻击了，好吧？8成是废了，这个方案犯废了。我感觉他们这几个研究超自然色的，你觉得他们真的没问题吗？这次活动太突然了，想在周末2天搞定本就很勉强。又来个新角色，现在有几个新角色了，我已经忘记了。我不是在怪族部长，就是觉得安排有点不合理。这也是二重生里面的角色，好吧？合着你们这个二重生，你们几个角色就是这一次这个什么超自然行动组啊？我还以为我要看超自然特工队呢。毫不总感觉一股那个什么海贼王角色的感觉。我现在他们这个对是要打算在今天受死吗？玩的通灵游戏，比如什么笔仙，还有什么碟仙之类的恐怖游戏吗？真超自然行动组啊，真死板啊，这事情随便应付下去了。要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这样想，那我们参加社团还有什么意义？这个也是二手车的角色，合着你们二手车的角色这个次都会要到来，对不对？我就这个从第6集埋藏的伏笔，在第13集终于避开了，好吧？西潮设备我已经让阿良他们提前调试过了，现在不知道情况。没问题，我们已经把所有设备都测试过了，以防万一，我们从刚起就在实地测试拍摄效果了。
哦，你们什么做恐怖直播嘛？做那种什么实况恐怖直播嘛 ？OK， 跟大家看到的一样，这次的场地比较特殊，我们前后租了2天半。为是2天半？为什么是太忌讳？感觉来这里就是送死。游戏场这边来安排，具体怎么分配稍后通知大家。喂，该不会要住在这里吧？是的，因为这栋洋楼的2楼和3楼刚好有足够的房间。这种事情谁也没说过啊。我就觉得奇怪，明明事先通知我们带了换洗的衣物，却没有先带我去旅馆。毕竟这种东西去旅馆那就没有感觉了，能召唤出那个什么不动人吗？超自然行动组，超自然研究室啊！这个超自然研究室真的打算当超自然什么？这样出头，然后呢就死在这儿。一般这种事情的话，我都是不怎么看好。2楼和3楼的房尽头是公共厕所，澡堂在1楼玄关的右侧。顺坐一下，玄关的左侧是餐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我服了，这是什么时代的设计？哈哈哈，这也没啥奇怪的，毕竟单从外观上看就知道这栋建筑已经很有年头了。确实挺有年头了哈，这个看这应该是那种什么挤在那种欧式装扮，欧洲那种装扮。没错，这一带建筑基本都是上世纪初的产物。果然嘛，你看这岛是外国领事馆建来给公务人员住宿用的，虽然内部重新精装，家具也放新了，但还是掩盖不住年代感啊。该不会要让所有人共用一个澡堂吧？不是还有临时参加的人在吗？这样做真的合理吗？这个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男女分开入浴的时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这里的厕所有多破，2楼马桶似乎也有问题。我不是不介意，就算1-2天不洗澡也没啥大不了，不过确实会有人不习惯吧。真的假的？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可以现在回家吧？不可以，你这样是在给所有人添麻烦，人数是早就定好的。西河南他们缺人的情况下，再有人退出就进行不下去了，哈哈。不过这样也好，本来我们还在考虑让2个人住一间的事儿，这下房间数就刚好。哇，住一间是要搞什么情侣小游戏吗？喂，有人去过3楼的厕所吗？会也和2楼一样？哎，到底是谁找的场地？这么老旧的洋楼，该不会有老鼠吧？到处都是灰尘，窗帘也盖得严严实实，看样子真的很久没人使用过了。实在不好意思，这已经是附近能找到最符合我们场条件的场地了。考虑了资金、租金、风格这些条件之后，只有这里。是了，这次我们包下周末2天，一共才花了不到2000元。你可真会节俭啊，真会节俭好吗？我感觉他们一般来说便宜的没好货，他们这样租真的不是在给自己找死吗？难道不是根本租不出去才这么便宜吗？这也太便宜了，不会真的发生过什么事吧？别开这种玩笑了，真够无聊的。哈哈，其实我也不是很擅长这类的西潮学姐，你看一下信消息，他们好像已经……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我先带他们放一下行李，你们有谁想回莆田的也可以跟我过来。有关人员变动的问题我会再打电话沟通一下，其他人都先回房间休息一下吧。那我们定个时间讨论一下后续的安排。定个什么？那个啥吧。2025年5月5日15下午3点11分。水。金菜只喝了一口牛奶就放下了杯子，他还是没有胃口，什么也吃不下。虽然他不像妈妈那般频繁哭泣，但年幼的他隐约明白，事情早已无法挽回。持续不断的隐痛刺激着他的心态，怎么样？能够记住吗？有谁能帮忙关一下吗？好的，我来关吧。话
话说，到底还要多久才能开始？这都已经快要晚上，快要7点了。的确，现在的时间也不早了，明天还要早起。虽然少了一个人，但这也没有办法。既然大家都已准备好了，那么就正式开始吧。开始了，恐怖仪式即将开始。这样的仪式就算正式开始了吧？没错。那我们像这样闲聊没关系吗？对，没关系，因为不知道观测者何时会出现，所以大家可以自然一些。话说，这样的仪式真的能召唤出异世界人吗？那老实说，我也感觉听起来不太靠谱。准确来说，我们并不是要召唤异世界人，而是要尝试与异世界人建立通联谊。你这真的，万一他真的出来怎么办呢？咱们前几个故事上也是已经经历过这个无动于衷的感觉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了，不过至今为止也没成过一次，就成功过就对了。理论上是可能的，然而实际上是否有人成功，即却不得而知。你真是，那你这理论而行，实践不行的，你确定这样真的有用吗？而且你们为什么非要来这样子？你们真的好奇心爆棚啊！在神秘结合各种超自然意识中，如何观测平行世界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你不会观测出那个少女 A 的图吧？假设有无数个平行世界，且各个世界间存在微小差异，那就是理应存在我们所处世界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直接观测到平行世界的存在。所以你们要突破科学界，对不对？但其他事件中极有可能存在能够直接观测平行世界的技术所以你们找到这种看似不靠谱实则也挺靠谱的技术所以说你们这样子真的，我觉得一点靠谱都没有万一成功了，那可能你就得死听上去挺像这么回事的。如果放在故事里的话，我或许能理解，可这样的事在现实中真的会发生吗？没事，待会就发生。退一步说，哪怕真的存在平行界，要如何保证平行界的观测者愿意与我们建立通讯？这就要说到我们这次仪式的设计了。我们在仪式中所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吸引观测者主动与我们。我们虽然无法知观测者的喜好，却反过来，仪式吸引我对我们的感受。每个仪式中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包括场地、选址布置以及仪式中所用到的咒文。什么鬼咒文让你怎么做什么让阿巴的咒文嘛？抱歉，我还是听不明白你的一门的意思。换句话说，这就像在钓鱼是吗？通过特定的诱饵吸引观测者。的确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我不认为但我估计还是问一下，这不会是什么奇怪宗教活动？当然不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们组织活动前已向学校报备过了，如果疑虑可以事后联系我，我会尽可能提供相关证明。抱歉，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想当着大家面子再确认一下。开始了。喂，发生什么了？没什么，似乎只是蜡烛熄灭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真的闹鬼了。难道不是仪式成功了吗？不，仪式才刚。等等，这边有个人倒了，你没发现吗？这个什么，这个谁来倒了币？这个还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这么说好像确实听着怪叫。好像有个人死了，你没发现吗？这里有个这个人死了，你发现吗？不对，不是芹菜，声音从另一个方向来的。喂，你们别吓人这到底怎么回事？总之仪式先暂停一会儿，先把灯还再点。总之仪式，这洞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吗？对，那这里已经死了一个人了，他们还在乎你，已经死人了，你们还OK， 他们真的招到鬼魂了，还是修到古董人了 ？Oh my god！ 喂，别开玩笑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又死一个！等等，他这个屋的装扮就跟我们上一期那个关于中门市的一些传闻中那个自媒体从业者的法定装扮是一模一样的，电脑都差不多像，知道吗？非常遗憾，看来彻底死透了。我们又来迟了，眼前是一幅嫉妒骇人的景象。窗户前一具尸体倒在血泊中，
，C 的上半身损毁严重。好 ，Z 先生哦，也就是上一集那个，已经遇害了，好吧？究竟发生什么才会变这样？阿良难以相信，眼前的这般地狱般的景象竟然发生在自己的隔壁房间。重的血腥味在房间中，空气。我靠，这怎么回事？站在门外的几个节目似乎还是啊，这，现在死了2个人了。他们确定还要玩下去吗？他们不得赶紧跑啊！真的遇到人，你们还一脸神经呆滞的似的，感觉他们就这种不怕死，真敢死队。我真的受不了了，谁来救救我？发生什么了？该不会又出事了吧？对，又有人被杀了。果然是这样吗？季先生明明是那么友善的人，究竟是谁干的？他可能是因为发现无动人，所以说被无动人给击杀了。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短短12小时内，已经3人被残忍杀害，毛不易，然后是 Z 先生。看来受害者仅限于超自然事故的说法已经不成立了。我都说过了吧，这件事和我们内部没有关系。呵呵。目标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外部人员，让你感到安心了吗？我们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说到你原本不该举行的这样的诡异的仪式，这一切不会都是你策划好的吧？你凭什么这样说？仪式过程中，你坐在伊宇的左边，他坐在他右边的曾生已经死在了司机在，除了你，所以说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在争执了，开始内讧了。喂，那是什么眼神？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肯定是没错了，一定是你，就是你杀了蘑菇他们。你现在一定也想杀了我们，对吧？李林小姐，你想以冷静点。如果没人来参加这样诡异的活动，毛部怎么会遇上那样的事？再这么说，这件事也和西潮学姐没有任何关系噻。毛部学长出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不都待在一起吗？是这样没错，但毛部很可能是被毒杀的。连磊小姐也在怀疑西潮学姐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的不在场证明都不成立。这么说来，似乎大家都有作案的机会呢。曾医生应该是在深夜被杀的，同样被外面没人，同样没人。再他们这个还真实了。对不起，我完全听不到奇怪的动静。昨晚因为太害怕，我是躲在被子里睡的。情况怎么样？不行，我们把房间找遍了，哪都找不到季先生的头啊！果然嘛，跟前作一样，头这个东西跟那个少女 A 是一模一样的，跟向日葵种植方法里面那个少女是一模一样。头还自己跑了，可能是季医生把那个少女 A 的头带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一起遇害了，少女 A 那个头把他们一起给踢掉了。抱歉，我一直没等机会，季先的头不见了，对，凶手把他的头割下来带走了，所以现在是一具无头的尸体啊，所以叫无头孤岛，对不对？怎么会？但现在还不能确定凶手把带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房间的窗户外就是海面，所以也有可能是凶手把丢到海里了。以现在室外的风浪大小，这些花早就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是有这种可能，不过还是难以理解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确，可无论哪种情况，目前都无法看穿凶手的意图。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凶手作案手法比我们想象的要残忍得多。还有用来作案的凶器同样是个谜，究竟使用的是什么工具才能像这样将整个头部切断？看到他们先回餐厅，他们已经是被那个少女 A 的头给盯上了，他们还在那边，他们不先跑吗？他们难道不能跑吗？我们先整理一下事情的经过吧。第一个发现的人是东，最后大家陆续赶到了现场。都先说一下发现尸体时的事吧。好，上午6点10分，应该是6点12分吧。我上厕所时路过了曾医生的房间。因为房门是开着，我便好奇地朝我们看一下。曾医生房间就在厕所旁边，去厕所必须经过这里。
然后你看到了尸体，被吓得大声大喊大叫，没错吧？对，因为第一次看到这么诡异的尸体，我一慌就喊了出来。我听到他的叫声，就立刻出了房门，在走廊前也碰到了刚走出房间的阿良。阿良的房间就在 Z 先生的隔壁，应该听得比我还叫清楚。是的，就像社长说的一样，我听到叫声后就出门查看情况，然后我就看到跌跌撞走出来的东。有没有注意到那时的时间？和东说的一样，我听到一声叫声，一眼手机看了眼，应该是6点12分。之后看赶来的是西潮和磊，紧接着是紫花和芹菜，最后是吕玲。是的，我也听到了叫声。我离开房间后叫醒了3楼的其他人。我感觉他们几个都有协议，但是呢，他们现在没办法证明是那个少女 A 的头干的，我感觉是少女 A 的头干的嘛。也就是说，发现尸体的时候，除了灯以外，其他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看样子是这样，没错。昨天我们解散的时间是11点50分左右，当时所有人各自回了房间。从尸体的温度和僵硬程度来看，最近的死亡时间很可能在深夜0点至凌晨4点之间。我靠，这个时间段所有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人有不在场证明。换句话说，所有人都有机会作案。为什么魏为什么要杀死毛布？他可是我的男友啊哈，还有这种关系？隐藏剧情吗？这是的。你说这，我现在也没分清你们在干什么，你知道吗？难道不是尸体的第一发现者最有可疑吗？拜托你在这非A小论的 Z 先生的死和毛布的事情没有直接关系，何况只是第一时间发现尸体就要被视为嫌疑人，这样的推理也太武断了。闭嘴，你别跟我说话。明明已经死了3个人，居然还这么冷静，果然你就是凶手吧？西潮没有回应吕玲的无端指控，无奈地叹了口气。吕玲的言行已经彻底失去了丧失理智，这让阿良感到毛如坐针毡。好，自从毛布死后，他的言行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们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你们不会到现在还没有报警吧？对不起，我们暂时还是没办法直接联系外界。根据原本安排，来接我们的船只有在明天中午12点前抵达，但由于台风的缘故，我们和对方约定事先打电话沟通明早的天气是否适合出航。以现在的状况，我们没办法主动联系对方，只能等对方察觉异常。不出意外，明早我们发现我们失联，中午过后应该就会有救援的船只来。你不觉得很可笑吗？明明是自己安排的活动，反倒把自己困在了岛上。真的很抱歉，非常抱歉，但谁也没想到发生这种事。他们现在被困住了，等于他们几个都很蠢。他们为什么不质疑外界呢？他们现在不应该掏出手机，然后呢拨一个什么救援电话，然后呢把他们救过去吗？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这么做呢？还是说不能这么做啊？我觉得可能大概率是可能他们遭遇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们不能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猜测出来。而且这个芹菜嘛，薇薇一直看着他们，其他人都是，可能是我这个错觉吧。OK， 他们都有很显眼，知道吗？你别想骗我，我进屋的时候就看到了，大门外就有一艘小船，那是这岛上唯一一艘像肖像皮艇哦。哇，不管怎么说，台湾这么大的一下，想要现在回到本岛是不可能的。别开玩笑了，已经死了3个人的情况下，居然还要继续待在这种地方，如果再出人命，你们要怎么负责？就现在还来说，这是有我们的责任。难道就没有觉奇怪吗？可是从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特意选在这样的异常天气，在小道上进这种仪式，有关仪式事，我已经事先向大家解释清楚了才对。之所以选台风天到这座无头岛无人岛上来，根据这地理位置，然后什么巴拉巴拉一些地理的结构上来讲的对，但是只有在地球瞬时能量密度最高的地点附近还有可能此那么可能。虽然还是没听过，不过
印象中确实听过类似的话，说这么多到头来一试还不是失败了吗？刚不久就把所有人的电话卡收走了。哦，他们把电话卡收走了，难怪嘛联系不了。哎，也是个奇葩，把电话卡收走，还玩个屁呀！确实我也在究竟，婆婆眼睛小姐什么不愿意听我当我的话，可我还是不得承认这是我的失职。断绝业，外界通讯的途径同样是这个意思，必要步骤。什么？那你们不等于切断你们自己的道路，然后呢，把所有人都一起拖下水吗？真是的。啊哈哈哈！其实现在真的有点玩不下去，他们自己玩不下去，感觉是电话卡不见，然后电话卡还不见了。我去，这剧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我把电话卡放进包里，在下午3点左右，而发现电话卡消失，正是在晚上10点到。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有人进入过我的房间，可能作案时间范围太大，中间还夹杂着自由活动时间，看样子很难通过时间线锁定犯人。根据我们之前几个对无动人的了解来讲的话，这几个人中可能还藏着无动人，你知道吗？我感觉就是，我一上去之后肯定是锁上的，然后晚上11点的房间，这是备用不桑的，还是备用钥匙？备用钥匙，我感觉不太可能。注册联络时手机都是我办理的，钥匙全在我的手上。负责管理的中介从未跟我提过有备用钥匙的事。他们几个现在还不行了，全是一面之词啊！他们感觉这个吕林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你知道吗？我也认为应该讨论一下，还有其他可能性在瞎判断。没关系，就算被怀疑也是无奈何的。把电话传动丢确实是我的责任。如果西潮学姐也说的都是实话，那凶手撬开门锁进入了房间的吗？从目的情况看，只能这么想了。这么说来，凶手又是怎么进入 C 先生的房间的呢？刚发生2起事件惊吓，很难想象他不锁房门就入睡啊。事情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我认为他应该是有好好把门锁上的。因为昨晚进房间前，他还特意提醒过我，建议我找东西把窗户堵住。明明窗外不远就是海面，没有任何可以垫脚的地方。我还问他是不是太谨慎了。这点我可以作证，Z先生的确用东西从内部卡住了窗户，可能是怕那个少女 AA 那个头部突然从窗户给他飞进来。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足以证明他对凶手的警惕性很强。我有点好奇，为什么这栋洋楼里没有窗户呢？所以导致有的窗户还能看到锁的痕迹。我觉得主要因为生锈。他们租这种洋楼，而且是这种环境下，他们这种 no， 好吧，不是这么讲九点是，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的话，在这样的孤岛上也确实没有上锁的必要。那现在事情已经出事了，好吧？2间房都上了锁，凶手这不可能这样。我认为这样是同一个人行为。我也觉得同一个人行为。对不起，我的题，我去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众目睽睽之下杀死远离位置以后想这就是你们的手段吗？我感觉满嘴都不靠谱。我感觉如果是我来参加的话，我肯定感觉我怎还没有。不过这次活动中没有熟人吧？对，他是活动中截止日前不久报名参加的。那这里就跟中文系那个地方对上了。他是接待的校友，说是我对我们的仪式非常感兴趣，执意想要参加。呵呵，那这样故事就连起来了。核心就是那个中门市和这个无头孤岛是同一个系列的，只是我的错觉，感觉西先生的警惕性特别强。不是，我说如果半夜有人熟人找他，应该不会开门才对。等等，芹菜，你不是也见过这种类似情况吗？难道你姐姐白菜还活着吗？全员作案的可能，我怎么感觉我现在进入那种什么，那个什么名侦探柯南的感觉，心之之恶一直在里口吐那个感觉呢？好吧，在座各位有不少昨天才初见面的话，谢先生甚至跟所有人都不熟。
完全不到杀人残忍杀人七先生的理由。外部人员中，我只知道吕林小姐是毛不秀毛不学的邀请参加的。这么说来，磊小姐，你们又为什么参加这次活动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紫花是文学院的交换中国留学生，芹菜则是趁暑假来体验大学社团的。是的，我对这个国家的文化非常感兴趣。因为离开开学还有很长一时间，所以我就想来姐姐就读的学校看看。你姐不是白菜吗？原来如此，那么磊小姐呢？我没什么特别理由，单纯不想回家，所以就借用假期参加活动做了借口。但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这样听上去每个人理由都没什么特别的。大家听我说一下，事实上我刚才在这间的房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什么奇怪的东西？应该是那篇文档吧。喂，怎么大家都是一副严肃的表情？果然是那篇文档，他们果然拿了那个 Z 先生的那个文档了。这难道不是在开玩笑吗？就算我们是超自然协作社，但凡事都要讲究科学依据吧。这种看上去像三流小说的通关任意，要让怎么人才能信才能一脚大家都聚在龙真身旁，仔细阅读着屏幕中的内容。的确，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份文档内容的真实性。为了不造成混乱，我才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件事说出来。然而在找不到其他线索情况下，不能再隐瞒下去了。这台电脑是 Jason 的房间里找到的，不知为什么因密码有关系，凶手似乎没注意到文档，这凶手也太不小心了。不过你又是怎么知道密码的？密码是8位数，我试了常见组组合没能成功，最后输入了 Jason。原来身份一息。可是我可以留下，给我们造成混乱。没错，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点我很放心，我认为文档毫无疑问是 Z 先生写下的。那确实 Z 先生下的。之前我们在那个什么中文字成文也是这样讲的，他写的大部分都跟这个中文字强相关，你知道吗？这样就有这个有关联，心有关联性，它都贯穿整条剧情线，知道吗？比如这份文档的这规签，这期间文档的内容被多次修改，大部分是正常。这件事是今天凌晨的2点013秒。也就是我们上一期故事的结尾呗。这是什么意思？编辑就直接揭秘了文档没有被删减和篡改过，在恒宁的我被死后模仿这些省的文风，对莫波语的文部分添油加醋。很可能的是，这件事文档中大部分内容都是 Z 先生本人记录的，也就是说 Z 先生这3个月来都在调查一种奇怪的外星生物。从描文来看，简直像古代神话中魔描书等先知想的妖怪啊，没有身体只有头的怪物。即便是这样，也不能证明文档记录的内容是真的吧？没错，顶多只能说这份文档对 Z 医生的死一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接受调查的内容，学长们有什么头绪吗？你指的是哪个部分？这是文档中提到有关 J 大南门都市传说的部分。果然是嘛。如果我们以上一节事来看的话，其实这部分我们都知道。抱歉，我平时怎么关注这件事情？南门确实，他们确实是南门那边有问题。这样原来 Alex 不知道这件事。实际上我们社团编特辑就报道过南门学校南门的灵异事件，我竟然完全没听过这回事。毕竟这期编特辑是临时加的内容，你当时没参与，不知道也情有可原。故我们最终得出结论是黑客入侵了学校的安保系统，篡改了记录。这件事原来是黑客干的吗？不，这个结论是校方委托我们写的。为了平息校园内的舆论压力，校方掩盖了事实。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赛，对不起，我刚在想事情，有什么是在意的地方吗？其实我搞不好正是这件事我打放生的那个少女，这不就是向日葵的种植文化里面那个少女？会吧，大家居然想要认真讨论这件事吗？他们现在越讨论，估计这个无动人离他们越近，知道吗？讨论如此不切实际的话题，真的有意义吗？没错，我也认为这种事情是在浪费时间。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线索了。等等，吕林小姐，你要去哪？现在擅自行动是很危险的，别靠近我。黎明凶手是谁？这么明显了，竟然还在这里讨论一些不知所谓的鬼事情。我不想和你们这些疯子待在一起。看样子他似乎回房间去。明明待在房间里也不安全才对，为什么要
算了，先别管他了。自从毛布死后，他的样子就一直不太对劲。毕竟他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想必秀街受了很大的打击。说实话 ，BDD 这份文档，我觉得应该去找新的线索。不管怎么说，外星人什么都也太扯了吧？说到底，他们是怎么都也来到地球的，又是怎么什么混入我们之中？这个说法就是，况且这跟毛布 E 还有 Z 线的死又有什么关联？肯定是把他们头给大家给换掉，对不对？确实实在想不明白，凶手为什么要伤害3人？没错，我也认为这就是我必须要讨论的关键点。Z 线死后，阴谋、社团某内部矛盾犯案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凶手为何不曾披着大，冒着如此大风险，也要在这密室闭的环境中杀人？无论凶手是谁都好，最重要的是，显然是凶手。但不动机，想不通为什么是伤害自朝关系的 Z 先生。而如今整体事件的脉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折，所以我们不妨试着反过来思考一下。假设这个文档中的无动人真的存在，你看，果然是这个无动人吧？整个游戏都在讨论这种生物，你知道吧？因为OK， 好，为什么情况下杀同行的其他人呢？他这句话其实讲的就是，他其实在人面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给大家讲。的确，这些当然也提到了他们在极力隐藏自己身份，这也就跟人面前那个故事里的那个是比较吻合的。所以呢，是因为自己身为无动人身份可能暴露，所以才要灭口。我觉得大概率是个原因吧。是的，我也认为有这个可能。从实际上来看，第一个死者是毛布，第二个死者是伊语。就的不爱有则看上去十分随意。难道凶手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给谁了吗？怎么又会有这种事？不确定目标是谁，凶手想把我们全部都杀死吗？不，或许凶手最初的目标就是 Z 先生。近3个月来， Z 先生一直在递来某许细件，也曾未收集先搜索搭讪路过的人。如果凶手得知了此事，为了自保还想要灭口，也不奇怪吧？确实，可这样又该如何解释毛布和伊语被杀的这事呢？就是为什么不直接杀曾先生呢？虽然听上去有些荒唐，但这有没有可能是凶手的失误呢？但其实，你们本来不就是要研究这个事件吗？第一个受害者鱼死因中毒，或许是个巧合。昨晚饭才有的海产品似乎不太新鲜。毛布尝过一口后，便告诉其他人，海盐汤罐的味道不太好。来，也就昨晚的晚饭中，除了毛布以外，其余都没了。All right， 潜伏在怕本毒物质，然后他本法污怪了另外一个无关人士。他其实都在想要杀，这么突这样，不过听上去确实能说得通。感觉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4本书原来的范畴了，所以凶手殊不新鲜，才躲过一劫。看起来运气没有站在凶手真的那一边。没有负责做菜3人分别是西潮、伊语和紫花。这3人都有机会在制作的过程中直接往菜里下毒。如今伊语小姐已遇害，以谢大大的自然是西潮和紫花2人。然而不巧的是，昨晚的晚餐是自助形式，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下毒。凶手虽然没能杀掉目标，但同样没有因此暴露身份。在全员都有嫌疑的情况下，凶手甚至不需要编造不在场证明。没错，这就是昨晚我们没能碰到凶手的原因。全员都是嫌疑人状态下，所有人就是都不成立。然后是第2级事件，肇事者是伊语小姐是第一个人，这就是实际确实中的第2次行凶。在除了毛布以外，全员都在场的仪式中曾进入短暂的混乱状态，因为窗户没关好，仪式中蜡烛被风吹灭。不是，那之前吕林不是把它关好了吗？怎么会吹灭呢？还是说无动人给他开了那东西？纯属偶然啊，转瞬即逝。凶手是吹蜡烛熄灭的机会，企图杀死目标。但或许是凶手太过于心急，导致误判了目标所在的方位。从结果来看，凶手误杀了左侧的英语小姐，本应该是目标的曾先生，又一次逃过一劫。我怎么感觉，如果真是这样，这凶手也未免太脱线了。英语小姐疑似是用人抹布捂住口鼻窒息身亡的，她面部出现大量粘性液体，可推测窒息死亡的主要原因。
虽然异侠死法本身没有奇怪的什么奇特的地方，但就像他知道的一样，总有仪式非常特殊，在场所有人都很难有机会研究。由于岛上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其他人，全按正常逻辑推断，就有本该是唯一没参加仪式的女毛布。然而毛布本人却在仪式后不久被发现死于自己的房间内，这是十分不合理的。的确，两起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记得没错的话，昨晚有人怀疑毛布死后杀死了伊雨后再服毒自杀的啊！哇，现在我这是要来当名侦探柯南的吗？是的，但现在这个可能性随着这一人的死彻底消失了。由于作案手法未知，第二起事件全员都有作案嫌疑。换句话说，凶手有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人。确实，这样的结论是最合理的吧？同一个晚上，凶手2次行凶都因机缘巧合未能成功杀掉目标，所以在伊雨小姐死后，凶手下一个目标依然选择了季先生。这次他总算达成了目的。这么说的话，凶手应该没有杀死我们的理由了吧？不，非常遗憾，我如果猜的没错的话，事件很可能还会继续发生。那你说的没错，对不起，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的，搞不好自己做出了一个十分错误的决定。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这件事跟社长有什么关系？如果事情真像冷小姐是分析内这样，那我们陷入一个十分糟糕的局面。凶手杀自因的动机是因为自因神一直追查的事件，也就是他文档里的内容。可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看过这份文档了。不会吧？他们的意思是凶手因为一个人而变成所有人了，因为他们看这篇文档才会这样子的。如果凶手动机和我分析的一致，就会发生这个局面。怎么会这样？别开玩笑了，这件事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吧？这件事双方是这么想也这么想就好了啦。等等，这样还是没能解释凶手是如何杀死伊雨学姐的啊。仪式的过程中，大家围成了一圈，中途没人离开过，除了西潮学姐，其他人都有邻座互相作证的完美证明。但凶手用了什么手段，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伊雨学姐？原来如此，东似乎还是不认可D先生文档内容的真实性。但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以文档中记录的内容成立为前提的。事实上，如果在这个前提下，凶手杀死于小姐的手段已经十分明显了吧？很明显，对不起，我还是无法理解。不管怎么说，这些也全都只是猜测吧。等等，有谁看到紫花小姐去哪了吗？紫花小姐，对的，她刚才还在我身后，但现在却不见了。抱歉，我太投入了，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也是，你这么说我才注意到，好像有一会儿没听到她的声音。喂，别开玩笑了，怎么会有人突然在这种情况下失踪啊？这样看来，讨论必须先暂停了。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众人一时面相视。和其他人一样，阿良也对此花的行踪一无所知。此刻，阿良的心中有一股强烈的预感，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到了第二天的9点。他们不会是发现什么尸体了吧？找到人了吗？没有，除了吕玲小姐的房间，我们把3楼的房间都找遍了。紫花小姐似乎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没锁，里面也没人。我动起了2楼，也一样没找到。分头寻找了约10分钟后，众人再次回到了1楼的餐厅。1楼也是同样的状况，我和泪小姐去了澡堂和厨房，也没发现异常。台湾这么大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他会离开洋楼。不过我还是到屋外确认一下。房子周围没看到人影，橡皮艇也没成功被动，也没有被动过的痕迹。那李普利小姐人呢？你们不是一起行动的吗？对，他说想起了一个在意的地方，又回厨房去了。他更在意的是意外，他意外的所有就和他分开了。他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大家跟我说，过来一下，我找到紫花小姐了。应该是尸体吧。身后突然传来，阿良吓了一跳，急回头，只见全身湿透的吉安十分狼狈，仿佛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不是说他去厨房了吗？为什么会从反光箱出现呢？还有他为什么会这副模样？既然找到人了，为什么不带着紫花一起来呢？不然呢？那肯定已经死了，好吧？不敢开问，没有人开问。
10点了。哦，大家跟几个在跟在磊身后来到冰箱，整个壳没有一个人开口。从走进厨房那一刻起，阿兰就察觉到了明显不对劲地方。首先，由于窗户被打开了，猛烈的风雨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厨房，打湿了灶台和地板。其次，冰箱的门是半开着的。它不会是被放在冰箱里面冻成冰块了吧？喂，不会吧？难道是的？它就在冰箱的冷冻柜里。这听上去毫无逻辑的话冲击着阿良的神经，他的胃部仿佛筋膜和一阵抽痛，然后先吐出来的不是阿良，而是他平人芹菜。对，芹菜，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没事。人为什么会在冰箱里？即便不愿去想象，答案也早已浮现在众人心中。承受力差的人还是不要看比较好。事实情况和地震海时相同，基本可以判断是应该是由凶手所为。龙真和东上前查看，内部朝家人点头，并对不断出现的死者，连安然的队徽的尸体也感到麻木了。和曾贤遇害时相同，换句话，这又是一具无头尸。磊小姐和社长曾到厨房找过紫花小号，对吧？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发现？因为在找人。老实说，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确认冰箱的内部，所以我更好奇的是磊小姐究竟是怎样想到的。可以解释一下吗，磊小姐？你究竟是如何发现尸体的？虽然听起来很有些荒唐，但可以说是我凭我的直觉吧。昨晚晚饭前帮忙整理食材时，我曾打开过冰箱，所以我知道冰箱的冷冻柜是空的，且大小能够容纳一个体格较小的成年女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凶手很可能是同一次打开过冰箱的人。厨房的窗户也是凶手打开的吗？不，窗户是我打开的。为什么打开窗户？因为我推测凶手很可能是从窗户离开的。为了寻找线索，从床铺的窗户弹出，沿着屋子外围转了一圈，从正门回到了屋内。原来如此，所以你才会全身湿透。你从和厨房相反的方向回到餐厅。那你找到线索了吗？很遗憾，并没有。等等，凶手很可能是从窗户离开的。是怎么回事？是一回事。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但完整说明还需要回忆一下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要在司机婶的房间发现尸体后，所有人一起移动到了餐厅。我们整理了事情的经过，当时包括吕宁小姐和紫桦小姐在内，所有人都在场。之后大家小歇一会儿，此间龙正从司机婶房间里取来了电脑，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司机婶文档的中的内容。在我印象中，雨林小姐离开餐厅时，紫花小姐还在场。问题是在那之后，那就没人注意到紫花小姐的动向了。餐厅是通往厨房的必经之路，紫花小姐失踪前后，除了雨林小姐以外，没人离开过餐厅。换句话说，在场的各位都不可能是凶手。没有人就会伤害紫花小姐，没有人紫花小姐处理完尸体没有踩通过厨房窗户等等，你为什么肯定紫花小姐是在别处遇害的？再若是在厨房还说这显得太过干净，并且餐厅和厨房仅一墙之隔，过程中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动静，因此紫花小姐在厨房遇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你的意思是凶手是吕林小姐吗？不能肯定，但有这个可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吕林小姐确认她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这样说的话，吕林小姐就是基养星提到的无动人吗？或许吧，不过我认为没必要这么着急下结论。不管怎么说，之前可能是我太过武断了。文档的内容顶多算是一种推测，凶手仍有可能是普通人类。不如说，经历了此次紫花节的遇害，我认为凶手是人的可能性更大。甚至这份文档本身也可能是凶手故意设下的陷阱。等等，我们应该分析过了才对。照自己说法，文档的编辑记录是不会骗人的。但也不能肯定文档记录就不能造假吧。如果有相应技术的人修改编辑记录，也并非不可能的事。如果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把自己逼进死胡同里。
如果这是凶手的陷阱，那么下怀了。我认为吕金小姐鲜明经营最大，但身为第一发现人的雷小姐怎么摆脱嫌疑？雷姐单独行动时也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吧？不，就单纯紫华姐的事来说，李小姐不可能是凶手。我了解分开，她单独行险不超过10分钟，在这么长时间内要杀害紫华小姐、处理好尸体十分困难的。但这也并非不可能吧？如果十分可快的话，时间还是足够的。不，确实不可能。不过倒也不奇怪。你们有这样的疑问，纯粹是因为尸体没有亲眼看到尸体的状态，显然无法具体估算出油需要多长时间。再从蛋中冷柜的尸体可以看出来，不是刚放进冰箱几分钟的样子。没错，那个状态少说冻了1个小时以上吧。短短10分钟内要杀人，处理尸体就会把尸体加速冷冻到至现在状况，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不相信凶手就在我们之中。岛上真的没有其他可以藏人的地方了吗？凶手有可能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上岛的呢。虽然很难让人接受，但更不可能啊。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岛上除了这座洋楼外，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们在屋内做过多次方面全面检查，确认过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没有可能嫌。整的整面积不过一个足球场的大小，在台风影响下，我认为基本可以排除凶手趁我们不注意时上岛的可能。那果然，现在嫌疑人最大的还是吕玲小姐。凶手真的是吕玲吗？即便证据摆在面前，阿良还是很难相信吕玲会做那样的事儿。如果这一切都是真是吕玲所为，她的演技也未免太过逼真。后又过了1个小时。我猜的没错，果然又有人死了。吕玲小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当众人从厨房回到客厅接听时，正好撞见了为查获凶手就是那个女人，为什么没人相信我？我想起来了，全是那个女人做的。想起来了，往汤里下的是她，在疑上用绳子勒死抑郁的也是她。吕玲小姐，冷静一点，你真的亲眼看到她往汤里压了吗？没错，就这个女人往汤里加了不知名的粉末。你确定看清楚了吗？是清楚吗？会不会是看错了？会不会看错？我确实看到他往汤里下药了。海盐甜筒是和抑郁一起做的，我是往里面加胡椒或荷挂还料的调味品，但也仅此而已。别再谎，抑郁死了，没人能为你作证。你究竟还要装到什么时候？你说看到我用绳子勒死了抑郁，那这难道就是你的幻想吗？抑郁是被人用疑似抹布的东西捂住了口鼻，屁！窒息而死的。你说是勒死的，仪式过程我确实坐在抑郁旁边，但一侧的。但阿兰可作证，我全程没有松开过手。是我全程没有松开过手。退一步来说，就算是抑郁被勒死的，那意思是我仅用1只手完成的工作吗？面对稀潮的质问，吕玲脸色发黑。熄灭时没有人看清什么，唯独你能看见。这一切恐怕是吕玲的幻想，巨大刺激之下，她今天早就变得不正常了吧？吕玲小姐，你太累了，你还休息一下吧。再怎么说，单凭这样的指认，把罪名加到气球身上，实在太坚强了。我就知道会变成这样。喂，你在干什么？众人没反应过来时，警察哇！我操，这么炸裂！他直接捅了一刀。亲切，滴到地面上。我去，你疯了吗？七朝小姐，要是早点这样做就好了。雨林已经彻底失控，他挥舞着手中刀刃，警告其他人：“你冷静点，你把手上的刀放下，滚开，别过来，离我远点。这样就不会再有人牺牲了。你算你们现在也不懂，很快就会感谢我的。不行，血止不住，这样下去会失血过多的。七朝被刺中了要害。”决错在地，就连地都没有。快，谁有把剪刀来？我在哪？我知道在哪，我去拿。这是阿良第一次亲眼见到有人被刺伤，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最后一丝天真的幻想。阿良不明白究竟做错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的局面，再这下去是不行的，必须找出凶手，否则下一个会有下一个牺牲者。但其实，你们本来就是面对一种超自然生物，而你们也是干这行的，所以我觉得是超自然生物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知道吧？当阿良回到客厅时，餐厅已经不见吕玲的踪影。我回来了，情况怎么样？不乐观啊，即便能把血止住，但坚持下也撑不了多久。
如果不尽快送医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那这样的话，该从何下好？在台风尚未过去，依旧没有联系外界手段，当下这是无比贱的问题，就能把西草移动到一旁沙上。上，他脸色惨白，十分虚弱。吕玲小姐呢？刺伤西草后，她就大喊大叫，都不让任何人靠近。我现在把自己锁在废物华侨二沟头。二人从2楼下来时并没撞见林，看来2个人刚好错过了。果然，他就是凶手吗？就目前看来很有真可能。看来大家刚好出来了，李小姐脑十分不稳定。唐丽莎在这个况下，她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奇怪。确实，李林小姐好像有挺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她说的大部分都与事实不符，纯粹是她的臆想。在访谈结束抵达前，我们做的就是尽量不要刺激到她，时刻警惕她的一举一动。凶手真的是吕玲吗？虽然证据摆在眼前，但阿良依旧难以置信。大家听我说一下。我认真考虑了一下，果然还是不可能就这样坐以待毙。我们无法主动联系外界，救援抵达时间不能保证，这样拖下去根本不是办法。新校区的状况岌岌可危，必须即刻白医生。是的，这样没错。可现在不是没有办法吗？比起冒这个险，还是警惕一旁的凶手，一边等待救援更加实际。对啊，而且岛上的橡皮艇就一艘，没法容纳所有人。没事，我一个人去就行。你疯了吗？这个天气跟自杀，天气就跟自杀有什么区别？只有没出去的话，即便出事了也不会连累其他人。怎么劝都不用，没用了，妈，放心吧，我很擅长游泳的，只要套上救生圈就没问题了。东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阿良把快到嘴运话咽了回去，小心点，如果发现不对劲的话就马上回来。没人希望看到西桃死去，但更没有人愿意有人白白牺牲。到了关键时刻，每个人都有谴责的权利，东也不例外啊！我知道，我一定会尽快把救援带回来的。众人在屋内隔着玻璃目送东驾着岛上唯一的橡皮艇躯体，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屋外暴雨和狂风。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又失去了一个人，但我感觉他能活下来的可能性也不高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最后面会活下来哪一个人啊？好吧，我们来猜一下，看看谁能活下来吧。转眼间，距离东乘橡皮艇离开，已经过好多10分钟了。他已经死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最终还是变成这样的局面。恐怕东也已经，你看他估计也死了吧。祈祷能到本岛。雨林小姐还是老样子吗？是啊，从早开始她就一步没走自己的房间。我在房门口设置了简易机关，只要一开门就会发出动静。半个小时前我和阿良上去确认情况，机关去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对不对？但还不能确定就是凶手吧？你的意思是总统在我们剩下的4个人中间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清醒点，不要被凶手迷惑了。除非这座岛上还存在着从未出现的第12人，否则用排除法就能知道，唯一机会作案只有吕玲小姐。对不起，可能是我有点想多了。不，保持警惕是对的，但我认为没必要因此产生无端的猜忌。外面的风开始变小了，看样子台风很快就过去了。没错，只要撑过今晚就好了，一切就会结束的。等待救援的时间十分煎熬，短短数十小时，数日，才过一小千而已。然而这期间发生的事却令阿良终身难忘。究竟是会这么发生这样的事？阿良始终想不明白。能够解的问题，恐怕只有凶手本人。吕玲真的是凶手吗？这个问题在阿良脑中挥之不去。客观的指明了唯一的可能行凶的人是吕玲，但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按照此前累的推理，凶手最初的动机是杀害掌握文档的Z先生。第一个受害者是毛布，是吕玲的男友，他们关系如何？阿良并不清楚。如果吕玲是凶手的话，那他会在作案时为什么选择草率的方案？Z先生死后，吕玲表现出极端的忘被害妄症状，在阿良眼中，他的一言一行跟疯子没有任何区别。吕玲把一切矛头都指向西潮，并在众人面前刺伤了他。如果全都是西潮的吕玲的演技，那他问题什么呢？吕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其他人断绝了联系。案发时，没人能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从这个来看，吕玲现在反而是最大的疑。如果他是凶手，真的会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吗？无论安然怎么想，一股强烈不安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他们现在这个的话，我感觉估计能得救援的话，也算是天意了。大
样也不能，好吧，这种状况发生。阿良和周伦真将季涛的遗体放在的房间，现在只剩4个人了。时间1点1分1秒过去，转眼仅是午夜时分。即便对阿良而言，每一秒都仿佛拉长了数倍，时间也毫无疑问前推移。屋外的风雨明显比白天小了许多，台风减弱的速度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快。由于白天阴沉的天气遮蔽了阳光，室内比较为昏暗。夜幕降临后，屋外一片漆黑，一片，待在气内反而不会感到黑夜带来的恐惧。从早上算起，阿良和其他3人一起守在餐厅已过去了10个小时。因为不知道凶手是用什么手段杀害自缢生的，所以待在房间并不明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家人分开是非常危险的行为。4人商议后一致认为，待在视野开阔的餐厅是最好的选择。餐厅有2个入口，左侧有一扇冲向厨房的门，最右侧是连接屋子的玄关。阿良和荣珍再将一旁沙发搬到门前，堵住了这样一入口。这样一来，大家只要盯紧玄关的木方向就够了。无论之后发生何种异想说凶手顶多只能从一个方向靠近。由于拥有曾在食物中下毒，不能保证食物剩余的食材的安全性，因此过去的1天时间里，阿良等人除了矿泉水外，没有摄入过多的食物。从上午到现在晚上10多个小时过去，难免会产生生理的要求的需求。即便阿良已经时刻克制水分的摄入，也依然产生尿意。当然，其他人也一样。为了防止扯手扯可乘之机，阿良美声差不多这样采取这样的，虽然很古怪，但是也安心了，对吧？持续半天的高速顶飞状态，凶手始终未没有动，没有什么哈。让他们稍松弛了一些。或许凶手已经打算收手了呢？阿良的脑中不禁闪过这般天真的想法。被设置了机关，他想离开房间啊，似乎没有完全要离开房间的意思。虽然对吕林咖啡这件凶手这件事情怀疑，但他就是这样一直待在房间。时间点点流逝了，只要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救援一定会来的。有人突然的发言打破了2小时的沉默。他们已经在编2个小时了。他像是说给其他人听，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但不管怎么样，就和他说的一样，救援抵达只是时间问题。按照先前的约定，若沟通后判断天气是否出航，安排的只会在早上12点前到达。台风刚过不久，如果对方发现这边失联了，一定会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半天就会有人意识到不对劲了吧？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去一下卫生间，刚好我也打算去。距离上一次去一走已经是3个小时前的事情了。事实上，阿亮已经等待很长一时间，却又不好意思的，于是阿亮和家人一起离开了餐厅，朝2楼侧奔去。他们去了。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雷小姐你还好吗？还是没有反应呢？这对劲啊，这都已经过去10几分钟了。雷姐如果听见就回应一声，我估计这个雷小姐估计也在里面死了，不会出事了吧？这是晕倒了，不能再等下去了。后面合力把门撞开吧。好呀，发生什么啦？是跳闸了吗？突如其来的停电吓得阿良的心脏几乎停跳。偏偏在这种时候，我记得店长应该是在1楼。停电后屋内片漆黑，身扶间无指，无论如何去点亮，就算恢复光。照明，你要跟着我去1楼确认一下。黑暗中，龙带着陶阿良和芹菜紧跟在他身后。我估计是那个无动人做了什么手脚，然后呢，他们这样子一直找来找去，你知道吧？关了吗？又要摸到了，有了，果然是跳闸了，果然上线和上开，电闸，屋内瞬间恢复了光明。好了，快回2楼吧。等一下，芹菜呢？他一直跟在我身后，芹菜不见了，怎么会？明明不久前还在身边的芹菜，此刻不见踪影。阿良正找芹菜时，他回头扣。对不起，这块太黑了，被芹迷路了。你没事吧？皮带的衣服洗透了，样子看有些奇怪。没事，刚才澡堂不小心噎了一跤。太好了，没受伤吧？没事，没事就好。
正好想找你，我们赶紧2楼吧，不知道磊小姐怎么样了。好，我估计磊小姐也要完蛋了。好，磊小姐能听到吗？龙真用力拍打着厕所门，如果能听到的话，马上给个回应。不行，门还是锁着的，厕所门只能内侧反锁，这男孩应该还在厕所里面。在一股不祥的预感在阿良心因素原来看来只要撞开门了。哦，要撞门了，好吧。哦，果然死了，你看。啊不，门外撞，被撞开死了。哦，那样不好，全身毛孔站立的感觉。阿良已经第3次遇到了。雷已经死了，甚至没有上前确认的必要，因为厕所里横躺着的是一具无头尸体。哦，就是你本人了。OK， 哦，这也太干呕了。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厕所的窗户被打开了，凶手应该是从窗户逃走的。这又到底是怎么进入厕所的？这道门明明刚才维持都反锁的，那一直开始就全部厕所里等流血进来行凶，不留意在我之后进入厕所的。我非常肯定当时厕所里没有藏任何人家人。我认为凶手进入厕所都是和以前伤势一样，不认纸。那凶手是怎么悄无声息的杀死的呢？仔细看，窗户的位置在马桶正后方，恐怕是申小姐坐在马桶上翻水那会儿，哦，重物砸晕的。会这么容易吗？这种感觉，这些事儿现在根本无关紧要。比起凶手的作案手法，凶手现在身处的位置，只有到时间再抓到凶手再问。果然是吕玲小姐吗？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我估计这个吕玲小姐，她可能回哥去哪里？真是吕玲干的吗？有些事情无论如何都让阿良十分在意。即便停电时，现在现场一片，他一刻也没。站在吕玲旁边的机关没有发出声响，不管怎么想都奇怪。是晚上的9点14分了。现在这个背景音乐开始变得诡异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它这个开关，这个机构这样的一个机关吗？他什么时候离开的？他离开了？难道是我们？不，我一直没有注意该移，但机关确实没想过移。真的，我也没听到。该死，那就是机关失效了吗？我就是说，这样的机关怎么可能扛得住？毕竟只是用这个不锈钢盆制作它的简陋机关。被设置的机关由一张板凳和一个不锈钢盆组成。不锈钢隔断搁紧边缘，整体处于当盆整体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一旦有人从屋内打开门，便有失去房门支撑掉落再摔落地。哦，但安然质疑这个机关的稳定性。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机关没有发警报声该怎么办？从以下结果看，这样的情况这次确实发生啊。但我估计的话，里面那个吕玲小姐已经遇害了，就是头已经没了。就像龙俊说的，娘搜了，没有回应，没有回应，我估计也死了。我感觉可能也要大事不妙。龙正和芹菜也一样，对，我以为也不知道。3人僵在原地，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果然死了。看，你看这个头，我去，又是一具无头女尸。然后顺着床板延伸至地板，从慢走来，尸体居然坐在床边。艾伦的神经已彻底麻木。My God， 这叫恶心，不是感，不可思议的更加炸裂。当下心中的疑问一个离奇的，这何时遇害哩？上次阿良和磊一起到山上聊神，女婴是在这之后遇害的。然而比起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底下还有更难以理解的事。为什么会？抱歉，老实说，我已彻底明白搞翻什么，这我不是女婴而已。看来我们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是啊，看上去的确是这样。跟你说的一样，凶手根本不是女灵。可如果不是吕玲小姐的话，又会是谁？没错，就像秦岚说的，如果凶手不是吕玲，又是谁？我在还救他这3个人了，我现在就是救他们3个人了。然后呢，龙真、芹菜还有阿良这3个人，感觉要么就是有第12个人在场啊，要么就是
他们3个气受个。无经事情朝着无法离常理，毕竟本来这种无动人这种超自然生物本来就无法用科学知识来解释的。这样接连发生的磊和吕玲事件，甚至不知道该讨论些什么。默默一回到了餐厅，好不容易冷下来，3人决定接受柔真的提议，继续守在餐厅里等待救援。转眼间已经过了凌晨4点，继续等到现在，邓况在阿兰心中疑惑反呀将过了恐惧，事情仿佛拥有隐形的波法，随时行凶。他们一开始对这件事有点非常不可置信，心中没有一个人相信是。现在每个人他们都在那边坐，现在站着，哪个坐着一个坐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现在呢，感觉就是，如果从3个找话，可能3个都是凶手，要么就是2个凶手1个活人，但我感觉都不可能是，感觉都有点说不过去。如果阿良是凶手，看他这样子，想必所以非常开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即便只剩3人，也不能放弃寻找真凶。大家听我说一下，我认为还是重新讨一样。抱歉，我现在没这个心情，我也有点不爱讨论没有结果的事情，不如还是老实等待救援。但救援员还有需半天时间，在这期凶手搞不好还有修剪行动，因为他们俩刚刚已经没有心情了。我认为还待在这里老实守其的安全才是正确的。正因为我们误判了凶手的身份，才会演变成现在的局面。但是对不起，让我冷静一下，不要再说了。被打倒后，阿良没能继续说下去，哪怕是如此危急问头的阿良性格依旧无法轻易改变。事实上，阿良并不能理解另外2人的想法，只能正大灵光下，凶手说不定就是除自己以外的2人。即便可能性再低，阿良也能感觉到龙真和芹菜对自己抱有警惕。在这样的高压下，无法正常思考是人之常情。事到如今，凶手没有理由会放任何一个人活着离。此刻，他恐怕正等着下一个行凶的时机。阿玲的大脑高速运转，过去这2天的种种不断在他的脑中浮现。第1天抵达小岛时发生的事，晚餐时间大家聚在一起谈笑的画面，仪式中发生些许意外，发现阴动破的瞬间，发现义父死后餐厅里所有人陷入恐慌的情景。仪式结束后，吕玲在房间发现毛布的尸体，精神崩溃的是第2天上午在街发现了无头男尸现场血腥的，在冰箱的柜里发现疑似紫花的尸体时，厨房里压抑的氛围，司机常被吕玲刺伤后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画面，都奋不顾身独自去前往本岛救援。磊还有吕玲，看他们属于是已经彻底放弃寻找凶手这个。如果全是梦的话就好了，面对现实，阿良只能生出这无般的幻想。已经是7号了，早上8点21。阿良从睡梦中醒来时，天早已亮了。太大意了，阿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睡着，连忙查看周围的情况。龙真和芹菜和龙真都还在餐厅中，师兄和四兄还没趁阿良睡着。确认时间上午7气12。哦，还睡3个小时哎。你醒了？抱歉，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没关系，果然还是太累了吧。事实上我也很困，但无论如何还是睡不着。你睡着期间发生过什么吗？没有，台风的影响已经基本消失了，救援应该很快就会来了。而正如荣哥所说，阿亮和寇说到了海面显真的不可思议。阳光穿过云层照射到海面和沙滩上，仿佛昨天曾有过暴风雨，没有暴风一般，熬过了黑夜，迎来光明，阳光驱散了整夜闹的压抑氛围。一切都要结束了吗？台风一过，再等待数个小时，救援船只就会抵达，到时候就能和这座小岛说再见了。可不知为何，阿良丝毫没有这种实感，凶手身份依然未知，危险随时都有可能逼近。微让，你身体还好？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问？事实阿郎从睡醒就感觉头有点晕，因为这样时候看上去很痛苦，嘴里一直喊着些什么。这样，谢谢你，没事就好。阿郎对这件事儿完全没有印象，此时不禁感叹自己原来也是会说梦话的那类人。明明是件无所谓的小事，可被人当面指出，还是让阿郎感到有些丢人。清晨不仅带来了阳光，还带来了阵强烈的饥饿感。
大家看一下身边几瓶所剩无几的矿泉水，强忍着，强忍着。最后一瓶矿泉水了。昨晚季后雷餐厅，再把递给阿良。不能喝这水，这么喝然后避免上厕所。事实上，坐在不远处的荣臻就摆了一避开封的矿泉水，看样子他一口也没喝过，只需要忍耐一段时间就好了。阿良正喝粗口水，天也来了，只要克制的欲望需求都会得到满足。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声音，阿良并没听到什么奇怪变样气恼，只有商店的钟声以及屋外隐约传来的海浪声。不好意思，我刚才在想问，没有在意。好像是从屋外传来的，真的吗？我应该没听错。男自然来了吗？居然比听音还要快。不对，搞不好是聪回来了。真的比现在回来了？似乎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他们才想动这个人吗？他可能早就这个来了，拿回来了。楼下今早还带了这个回来。然而阿兰还觉得哪里不对劲，一股莫名他已经走了。这边沙滩好像有人，我们走，我们那边看看。等等，还是谨慎点好，万一凶手的陷阱怎么办？别担心，我会小心。我就去门口看一眼，如果没人的话就赶紧来。等等，再等1次钟再回去吧，万一行诈听错了呢？人呢？不过阿莲的反对，朝自城门关啊！我觉得他俩也会遇害啊，怎么办？走出餐厅，步入玄关后，阿良才发现卫浴洗洗。脚步声、呼吸声，甚至连屋外的海浪声都清晰可辨。由于不知道凶手身在何处，移动的过程中，阿良甚至能听见自己大量的听叫。通过学校的窗户能看到外面的沙滩，率先离开。他这是要不为龙真也遇害了吧？他已经被逼到极限了哟，在极端情况被逼到极限，确实很容易这样。待机情况后。完了，他也死了，这个龙真也没掉了。这怎么回事？地面上窗户看起来是否没电变方便，估计是从长桥帮放清下来的。芹菜吗？菜，芹菜怎么了？阿良顺着芹菜的声音来到3楼，看看吗？我估计他也死了，你知道吗 ？OK， 我其实应该也猜到了他也会死，所以说阿良活了下来。磊小姐，隔壁吕林小姐房间。谁？小牛会在这地方。停。吴真死了，芹菜也死了，只剩阿良了。阿良对自己体力毫无信心，若秀此刻出现，完蛋了！现在阿良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了。这就是晶是谁？他是如何作案的？他的目的又是什么？事已至此，比起肉体的毁灭，阿兰更替害怕。这一题会一直困扰阿兰至死都无法解。无法释怀，无论如何，阿兰都希望在已死前知道事情的像不，哪怕只是1/5也罢。对一件事，阿兰必须有个属于自己的答案。好了，现在结局句，难道阿兰就是那个无动人？正午时分，曾经满座的餐厅，他已经沉默无语。但一夜新手没有再度出现，救援也没有及时达。当下本到那边时已经有尸体，明明救援随时可能抵达，许可一手没有再次采取，难是有顾虑吗？这4个小时里，阿良站在凶手的梦，按照各种可，其中最能熟阿良自己是这一个猜测。除凶手以外，如今岛上只记得阿良一人，没了人后，岛上必然会迎来界轩然大波。阿良作为唯一的幸存者，会对外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这是凶手的失误吗？很可能并非表面的单纯。这3天里，凶手不以未知的手法在岛上接连杀害数人。每当事件发生，在众人可相互作证前，阿良怎么看都与凶手死毫无关。
连。而如今这个前提已彻底失效了。阿良作为岛上唯一的幸存者，再也没人为他作证。在旁观者看来，这起事件最可疑的直线是唯一戏子阿良。虽然没有直接证明阿良是凶手，但阿良同样无法为自己洗白。作为岛上连环唯一嫌疑人，阿良必以嫌疑会受到外界的重点关注。阿良不禁猜测，这会不会是凶手的目的呢？若把岛上的所有人灭口单苗出来下，案件必会朝的不同上线发展。受台风潮部的影响放，若是无人活的，还更具争议性的话题。变态杀人魔会沉醉于自己的艺术中，渴望自己的行为很引起他人的注意。相比之下，这名凶手虽犯下了连环猎奇杀人案，却似乎不愿过分换个之想，凶手可能迫不得已才犯下罪行。例如，凶手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出于自卫了杀人；亦或凶手担心秘密曝光，出于封口而杀人。在凶手主动伤害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排斥第一种可能。不管怎么说，绝不是因为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才杀人的。那么凶手果然是因为害怕秘密曝光才杀人的吗？想到这里，阿良不禁感到一丝寒意，自己推理似乎和某人的观点出了现了重叠。自老样这个地步，阿良已无法相信别人的，如今要坚信只有自己的推理。然而当自己的推理和其他人的重合点重合时，阿良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观点的可能性。事实早在经历了遇害后，磊就曾推测凶手动机。没错，无论凶手是谁和动机，凶手肆无忌惮的背后凶手记录了凶手十分不利的情报。潜伏在人群阵群中的无动人，以太成人类的奇异生物，英文档的内容过于荒诞，磊的推测当场受到了很多的反驳。而那之后，磊自己也改口称这个说法太过，也是因为磊最终形成大家还会把我送到吕林所，待在吕林身上。从结果上来说，这显然是个失败的判断。若不是这个误判，事情可能根本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刹那间，阿良感到自己离真相仅有一步之遥。在这小岛发生了太多意外事件，每件事的背后都依靠数字快多致决策。关宴后，和阿良在内所有参与者共同酿成当下的结果。如今发生在这座小岛上的惨剧已接近尾声。过去2天发生事如同走马灯，在阿良的脑灯快灯闪过，那些曾经离奇且难以解释的问题，如今都有了答案。这件事发生在第一天晚上时，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语被害一语仪式后发现毛布的尸体。第一，是否参与者呢？我感觉这个，你感觉的话是不是？第2天清晨都在厕所里发现了 Z 先生的尸体。Z 医生网让房门半开着，让人不禁联想着发生在第1天电话卡失窃事件。是不是从正门进入了这个曹基和 Z 医生的房间呢？我觉得是吧。在讨论凶手身份和动机的话，子花突然消失了。之后磊在厨房的冰箱柜中发现了子花的尸体。由于案发时除了吕林，其他人都在餐厅，因此吕林成了唯一的嫌疑人。伤害子花的是吕林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吧。得知子花的死讯后精神崩，为了累刺杀了西潮，应让奄奄一息，卫东尽快寻求自到此后，阿良等人在餐中监视着吕的一举一动。然而失去半天的监视过后，意外发生了。进入厕所半天后没反应，恢复电后，阿良俩在厕所发现雷的尸体。因为厕所一直处于内部反锁状态，所以凶手发锁仪进入厕所的途径只剩下窗户。第4个问题是让你进入厕所，我觉得应该应该是不是在发现雷事后，阿良等自然怀疑界不在场证明的吕林。等到前面意外一幕就是吕林也遇害了的他们，尽管倒在地上，他本人则死在房间里。这个应该不是巧合吧？发现尸体后坚守 OK。1个晚上过去，第3晚上天晚上，他听见屋外有奇怪的动静。我们认为芹菜听到声音是救援艇台请你抵达的信号，他不阿良反对，以执意要到外面一探究竟。芹菜真的听到屋外的奇怪声音了吗？应该是。
没听到还听到声道了，要被斩首，要被斩首。啊，阿良成为了唯一岛上唯一的青雄啊，问题都陷入了更加难解的局面。且来，仅凭常规思维已经无法解开这些谜题。最后，这也是这道题这些日文当中，无盾人是否存在吗？应该是存在的吧？不对，无论怎么想，都依然存在明显违和的部分。残害语义的方法处理此方的尸体，这些都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凶手其实是无动人，并有诸多不合理的方法，现象无法解释。无论从变换角度，阿良脑中的始终无法即次解答所有疑惑。他们真的因为不希望过分引起关注，选择放阿良一条生路。怎么想都不同，阿良逐渐开始怀疑起自己此前的判断。这一全上无法解释作案事件中，无论怎么看，阿良才是最有嫌疑的人。作者真存在吗？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吗？如果用梦来解释的话，那一切不合理之处便会立刻烟消云散。如果一切猎奇杀人和第一起杀的文档都那么不真实，阿良绞尽脑汁，努力在记忆中搜寻是否曾记忆中大部分有事物所关联。一连串事件很可能阿良是不同碎片拼凑后当来一起后的产物，或许阿良只是睡着前看了一部奇怪的影，或者读了一本恐怖的小说。电影的情节恰好有一个诡异的影视，而小说里则出现了猎邪杀人的桥段。总之，这个世界并非真现实，这个发生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一场梦。阿良从未参与过社团组织的奇怪仪式，整座小岛本身就是幻想中一部分。这么说来，大部分事情应该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这次医务人员，阿良真的不认识吗？阿良感受到一丝难以言喻的奇妙感，自己好像不是第一次认识这些人。搞不好他们都是小电影和小电视的角色，或者阿良曾在生活中遇到的人。没错，一定是这样。走在制作来这座岛前，阿良就认识了这些所谓的外部人员。他的性格乖巧，外表可爱，看上去是阿良儿时的玩伴，执法举止平易近人，可能是阿良高中隔壁院的同学，有的言辞稳重，可能是阿陈金老师，还有吕宁先生。这样看来，所有人都十分眼熟。阿良努力在脑中回忆，试图再找出梦境内人物与现实的关联，但不论看上去多那么眼熟，阿良始终无法回忆任何一个现实中人物与对应。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倒不如说在梦中能够自由思考才更加不可思议。然而比起无法得到梦境和现实的漏洞，还有一件令阿良更在意。本应十分熟悉的社团同伴，如今阿良却完全想起，其实完全想有些不切切。阿良知道社团同伴的名字，也能回忆起社团片的人际关系。然而一起酒店那些事情，这不是二重生那些剧情吧？这一切真的是阿良做的梦吗？毫无犹豫，阿良突然想到了曾经看过的某部电影。某天深夜，高速路因暴雨无法通行，道旁的汽车旅馆住一群过路的顾客旅客们互不认识，却因踢球他们声音提前前，惨剧接连发生，身份不明的凶手对旅客们发生了无差别的攻击。没人知道凶手为何要这么做，手法动机没有一个能解释得清。没错，在这部电影中的情节简直和阿良现在的处境如出一辙。电影的结局以观众的视角，以上天的耐人寻味，但身为当事人的阿良却无法接受。阿良无法认同这样的观点，这个观点否定了一切，连阿良的存在也一起被否定了。开什么玩笑，多个人格在精神分裂者的脑中相遇，怎么可能会有这么荒谬的事？现实中绝不可能发生的这种事。这样的故事无疑只会发生在虚构的世界里。还是算了吧，阿良索性放弃了思考。对于无法检验真假的问题，再怎么思考都是没用的。即便阿良猜对了真相，也无人能够给予印证。哪怕碰巧发现了世界无关这样的秘密，结果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做没意义的事呢？没错，即顺其自然就好，完全没必要去思考复杂的事，去看日记。这场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只是一场梦。等到阿良醒来，噩梦便会结束。阿良唯一要就是闭上眼，停止胡思乱想。餐厅里寂静的氛围令人安心，窗外的规律海浪声仿佛去了阿良所有的杂念。渐渐地，阿良忘记了痛苦与悲伤，忘记了那些
阴阳浪尽头的困惑。在阿郎即将入睡时，悬空突然传来哭声。结局里，噩梦。只完结局0，那应该还有结局1吧。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结局1。是的，正确答案其实早已揭晓，结果却因外绕了远路。就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精明，但他很好利用了自身的优势，骗过了所有人。所以看似无法解开的谜题，实际都存在着一个通解。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在基先生的文档中。基先生的文档记录一种潜伏在人猿其J先生的文档人，他们有着诡异的身体构造和堪比特异功能的强大能力。那是一种没有身体只有头部的生物。在经过长期的思考后，阿良得出了一个无比荒唐的答案。然而不管这个答案听上去多么荒唐，眼下唯有这个答案能完美解释所有的。眼下如果不是亲身历这种答案和一连串，恐怕阿良到死也不会知心利用这真件。没错，解开所有谜题关键就是无动文这无动人内层，以无动人存在为前提。最初凶手作案动机因害怕身份暴露而杀人灭口。这一推测与阿良推理出的凶手画像高度契合。事实上，这个推测距离真相仅一步之遥。紧接着就是事件让人无暇再去思考的可信。顺着这一个推测往下深究，很快就会发现看似复杂的谜疑。杀害英语的是参与者吗？答案是肯定的。案发时除了毛部以外，剩下的人都在场。至于这可能是仪式的参与者。因此，对于这个事件，唯一需要解答的便是凶手的作案手法。仪式过程中，所有与参与者围成一圈，手牵手不曾松开。凶手趁蜡烛熄灭的空档杀害了英语。作案常规逻辑思维，难以线索证明有什么何种诡计。但在无人存在的前提下又如何呢？假设凶手是无动人，且是仪式参与者的中的一员，那么所有人在手心牵手，情形仍应其手，凶手依旧有行凶的，有就有依旧。基因的文档中记录的无动人是一种寄生在人类身躯上的生物。当仪式进行到一半，蜡烛吹灭时，凶手从头部当手头错，人手分离而保持不动，将用分离的头部袭击了伊语。当现场恢复照明，众人发现伊语的尸体时，凶手早已回到他的寄生到身体上。由此可见，凶手是无痛的前提下，看似复杂的谜题轻易被解开了。而当从伊语遇害的故事件来看，虽能推导出凶手作案手法，却无法借此缩小嫌疑人的范围。顺着这个思路，再看看发生轻微 TTR 凶手是怎么通过正门进入潮汐和季先生的房间的。季先生的尸体被发现时，房间门是半开的状态。同样的状况还发生在西朝，发现房间内盗窃事件时，表面上看凶手是通过正门进入做枪杀案，然后又从正门离开了房间。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根据西朝的证词办理租责手续时，负责管理中介从未提过有备用钥匙的事。那么凶手想通过房间的正门进入房内，只能依靠撬锁的手段。机场的房间内的电卡失窃是发生在众人活字间，公然在走廊上撬锁是高凤自己很高庭，我无法保证有大人经过。结果到最后更用时间与曾生发生太多的推测，他遇害时且很可能还未入睡。假设凶手是深夜和正门撬锁进入室内，今日呢会毫无察觉呢？过来代入一下凶手的视角。如果深夜撬锁时不慎被房间里的人发现了，自己该如何应对？房间人有可能会因此大喊大叫，逼自己进入房间。一旦动静引来了其他人，整个计划就泡汤了。凶真的会采取如此莽撞的行为吗？何乃将这时利用到了
毒杀手段的凶手所为。在杀害毛不和伊玉时，凶手选择极低的作案手法。那么，凶手为什么在拖电话卡和杀西线时要选择风险如此高的方案呢？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矛盾。因此，第32谜题是答案是否定的。凶手大概率不是从正门进入房间，对凶手来说，房间还应该存在其他入口。也正因为凶手刻意误导，阿良等始终没认真思考过房间是否还有其他人其他入口。鉴于基线死亡时还可能还未入睡，所以和正门一样，守护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发现记忆显息体时，房间里的窗户被东西从内部卡住，无法正常开合。表面上，凶手不可能通过窗户入侵到室内，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严重的误区，最手用东西卡住窗户，用鱼对其加固。这一行为情发生在他回到房间之后。那先生，那个牲口还是否有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通过窗户潜入室内了呢？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家解散后各自回了房间，时间并没有严格统一。C 先生回房前，在2楼的走廊与阿良有过机器完全解散后，第一时间反过窗户，提前潜入Z先生房间。根据凶手的视角，整个作案过程是这样的：大家结束，凶手第一时间赶回房间，将头部和身体分离。他从自己的房间出发，顺着洋楼的外墙移动到 Z 先生的房间。从房间的布局来看，凶手大概率藏在床间的或是衣柜上方的视觉死角。Z 先生回房间后，凶手并未急于行凶，而静静待 Z 先生放松警惕的时机。凶手从背后袭击了坐在电脑前的 Z 先生，并割下了他的头部，随后从正门离开了房间。深夜的走廊里，凶手只要不发出太大动静，基本不用担心遇到其他人。是的，根据上述猜想，当凶手是无动人时，他完全有作案的可能。然而，凶手很好的自己的身份，从Jason死亡的事件分析，依旧无法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为了锁定凶手身份，必须接着看后续的发生的事。伤害紫花的人是吕玲吗？由于尸体第一发现垒在没有嫌疑系可能，因此就唯一可能伤害紫花的便只有剩下待在房间里的吕玲。那么吕玲就是杀害紫花的凶吗？如果从当时情景看，这似乎是唯一的可能，但结合现状反推，结合反而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吕玲死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且在她死后仍有新的死者出现。他公然刺向西朝，将自己反锁在房间中，这里的一切行为与此前凶手形象大相径庭。如果他的凶手为什么要做这种自相矛盾的事呢？单从可行性而言，李宁的确有作案的可能，但从逻辑上却说不通。由此只能推出一个看似无比荒唐的结论：根本没人能够杀死紫花。是的，当吕玲不是凶手时，不存在能够杀死花的人。因此，剩下一个可能就是紫花是自杀的。当其他人在餐厅讨论凶手动机时，他断定冰柜将头部分离，以此伪造出他杀的假象。所以紫花尸体被发现时，他承认沉淀出一遭施救的状态。第三个谜题的答案是否定。杀害紫花的正是他自己，或者说是寄生在他身上的动肉人。分头寻紫花使用紫花单独行动的磊发现了尸体里的所在。磊推断凶手只能厨房的窗户逃离现场，所以他在与其他人会合前，绕着屋子的外围寻找线索，最终从正门折返室内。这个解释乍看合理，但仔细要想的话，真的是这样吗？紫花死后，弗雷否定了此前关于秀贝娜，并提出了吕宁是凶手的猜想。从结果来看，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并且严重误导了其他人后续的判断。如果没猜错的话，自从紫花死后，事情便彻底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了。便为了直观地证明这个猜想，不妨先将视线聚焦到下一个问题上。
谜题4：伤害磊的凶手是从窗户进入厕所的吗？磊在厕所的2楼，2楼厕所被杀害时，阿良3人，他和他仅有1门之隔。虽然期间发生过停电，但早在停电前，磊就已没了回应。厕所的门始终从内部凶手只能通过窗户逃离现场。龙真曾猜测凶手从背后偷袭坐在轮椅上的磊，然而不管怎么想，对凶手来说，这么做的风险实在太高了。根据凶手一贯的作风，很难想象他会选择如此冒险的举动。那么，是否存在更符合凶手行为逻辑的作案方式呢？答案显而易见，和子花一样，磊也是自杀的。磊当着其他3人的面进入厕所后，即将头身分离，伪装成被害的假象。之后，他从窗户离开了厕所，移动到了1楼，拉下了电闸。第4个谜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杀害磊凶手并非从窗户进入厕所，而是从厕所的正门进入的。又或者说，磊早在进入厕所前就已经死了。凶手脱离子花的身体后，一直潜伏在厨房暗处，伺机而动。他在厨房恰巧撞见独自行动的磊，将其伤害后，伪装成了他的模样。凶手做出这般冒险的举动，明显是被逼上了绝路。恐怕他自己都没料到，秘密会如此轻易的被揭开。为了处理磊的头部和身上有些许不自然的血迹，凶手从厨房的窗户离开，到室外销毁了相关证据。之后，凶手以磊的身份回到其他人身边，并表了自己对力流利的言。凶手误导了众人的判断，将所有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吕玲身上。由此，也正因如此，后续局面才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民警武力店房间里，检察官不可以什么在2楼厕所发现尸体后，阿良等人往楼3楼。当时的房门前的激光已处于触发状态，然而阿兰并未听到激光发出声音。是激光出现了故障吗？不，显然不是。且吕玲在房间内被杀，激光并非由他本人发出，凶手极有可能双吼进入室内，趁吕玲不认识被杀。既然如此，本因无人，因闻无查。一旦凶手探破了是诡计，便会从这个问题答案远比想象中的那么单纯。凶手不想暴露特殊的作案条件，因此制造了从正门进入房间的假象。在杀害吕玲后，凶手先是从房间内部打开门锁，之后又在房间外解除机关，再打开事实上，凶手这一行为与此前2次入室作案的手法并无本质不同。同样是行凶后顺势伪造出了所有人都有机会作案的假象，只是此次的伪造手法在实际上的把握比前2次更为苛刻。由于阿良等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3楼检查机关的状态，凶手想要解除机关，只能在停电时或是停电前的短暂空档。在此期间，凶手完全有机会前往3楼走了伪造现场。至于李玲是何时被遇害的，若不检查尸体的状态，恐怕很难断言。在第2天上午到午夜期间，阿良等人去过数次厕所。每当磊独自进入厕所时，凶手都有机会作案。因此，仅凭现有线索，无法确定吕玲遇害的具体时间。第5个谜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机关没有发出声音，绝非巧合，而是凶手为了掩盖作案动线有意设计的截图。根据此前的一系列分析，在摸清凶手的再来看的一个您的芹菜真的听到屋外有奇怪的声音了吗？第3天早上，央兰醒来不久，芹菜说她听到屋外有奇怪的动静。结果来看，他这番话间接导致了他被害，他本人也。其中最让人费解的是，本待在餐厅的蜻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3楼的房间里？他是听到凶手动静后独自一人上去了吗？实在是难以想象这样的画面。虽然结论有些残酷，但这件事有明显更加合理的解释。
当电闸被凶手关闭，全屋陷入停电时，秦泰成迷路，和另外2人短暂分开过。有没有可能，在停电期他已经被凶手侵犯了呢？枪是陈婷在掉队时从暗处偷袭，将他拖到一旁后再找他，然后和2号自然和回到了阿良和龙真的身边。顺着这个假设往下推理，会发现一切都能解释得通。第3天起，有一件事始终令人费解，为何在如此紧张要阿良会不小心睡着呢？在凶手已经替换了芹菜的前提下，回忆阿良睡醒后发生的事，就能得到问题的答案。阿良之所以会睡着，因为是他喝了芹菜给他的最后瓶矿泉水。凶手装成芹菜后，与阿良、荣登3人共处一室。由于荣登的提议，3人决定继续守在餐厅，就迟迟找不到击后机。出于无奈，凶手在阿良和龙真降楼奈尔安眠药，2人均未察觉异常来看，凶恶可能是用针管注进屏蔽，并向瓶内注和降药物。虽然谢阿良不养不幸小种，但自朽着一口毒眼药，金属也因此错失了行凶的大好时机。当阿良醒来时，已经是第3天早上7点，距离救援可能抵达的时间仅剩数小时。站在凶手角度，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就真的来不及了。所以凶手想到了一个完美的方案。第3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秦山并没有听到屋外有声音，奇怪的声音。凶手为了制造3人分散的局面，谎称听到屋外有奇怪的动静。荣真卫和阿良离开餐厅后，凶手独自前往了3楼，凶手在走廊旁边等待时机，待荣真快走到窗户正下方时，将床头柜推下去。在确认荣真死后，佯装遇害，发出尖叫，随后脱离了芹菜的身体。当阿良闻声赶到荒道后，刚好看到了房间里芹菜的遗体。如果没猜错的话，此刻凶手仍在这座岛上，仍在这栋洋楼里。之所为了灭口 Z 先生以此花的身份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上岛的第1天，因为巧合牵手间接触到了2位活动参与者。第2天凌晨，凶手潜入了4机淹入了金本来应该给数，但因为这些人烟脑中不限泄露，根本不能灭口在场的所有人。凶手利用巧妙的话术和特殊能力，先后为了骗和芹菜骗过了所有人。当所有人疑惑串联起来的那一刻，阿胜才发现这世界不过如此。揭开所有谜题后，他现在要做的便是静静等待最后时刻。闭上双眼还是什么呢？这句话我们选择闭上双眼吧。时间正一过正午，救援随时可能抵达，想通一切的畅快感使我当回正后结局我已。若结局1，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个的话还有一个结局，还有一个结局，我去，还有一结局这么多吗？那我们再重新开始啊！结局2，当真。所以我们直接另一个宣布，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似乎又有许多疑点和难以解释的部分。若凶手的目的是灭口机械线，那他为何要选择在如此特殊的场？但他必然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无疑是会增加他自身的嫌疑。如果凶手的目标只有金先生一人，他大有可选呢。要他有出手，为什么不直接将先生的销毁呢？当然动机站不脚气，他便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此前所有理想均已，但是在然而现实。然而凶手在杀害郑先生后，却在现场留下了最为关键的证据。为什么凶手会把笔记本电脑留在房间里？由此可见，在凶手眼中，电脑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处理的物件。
因此可以推测有以下两种。第一种可能，凶手不知道电脑藏有对自己不利的器具；第二种可能，凶手杀金人的理由完全和电脑中的文档无关。如果凶手在上岛前便认识崔先生，那不可能不知道他一直在调查吴动人的相关事件。在这件情况下，难以想象凶手对尸体旁的电脑视而不见，因此凶手可能是在岛上可能上层特能再测成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无论上述哪种都会推翻最初认定的杀人。此外，还有一个始终难以解释的矛盾，凶手为什么要推下季先生的脑袋呢？如果为了灭口，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必要。难道做的预见了文档中内容会暴露给家人，则提前为后续的杀人？越是思考，脑中越滋生了各种荒唐的指论的念头。倘若凶手最初的目标不是季先生，那一切就将回到原点。根据此前的推理，凶手伤害毛布和伊语纯属巧合，但在凶手动机不明的情况下，这一切便很难再用巧合来解释。第一天的晚餐时间，凶手选择在海鲜浓汤中下毒，受害者是唯一喝下了海鲜浓汤的毛布。在此前的推理中，基于凶手的动机分析，将得出其选择下毒是为了稳妥的结论。由于这个结论与凶手的动机契合的过于完美，因此之前内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可能。凶手会不会一开始就没打算打人呢？也就是说，凶手的目标并非私生，而是所有报名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凶手第一天晚餐时下毒，并非出于保安起见，而是一次想毒害所有人。一次性毒杀失败后，凶手被迫启用了第二套方案，在不暴露自身的前提下，将目标逐个解决。于是仪式的过程中，凶手先是选择了伊语作为目标。若顺着这条逻辑链继续往下推导，就会出现新的可能，其中变化最大的便是凶手对凶手身份的推断。在此前的推理中，凶手为了杀灭口这件事，银行作为了参与者本就有遮挡的嫌疑，且作案可能性小的笨星，因此话完全符合作为凶手的条件。然而，在凶手杀人动机、涉案所案下，嫌疑人的身份自然也会有随之变化。关于子哈被害一事，此前得出的结论是凶手利用特这一诡计，凶手钻进冰箱的冷柜，将头和手人体分离，回得出他杀的假象。这个诡计的设计核心是通过猎奇杀人掩盖无头尸的背后的真相。反过来说，只要出现无头尸，就存在凶手利用这一诡计的可能。回顾这在内地发生的一切，在这的无辜既无头尸，又在内地紫花蕾与芹菜。在这事件中，凶手依靠寄生能力完成了紫花到蕾到再到紫芹菜的转移。而在如今的前提下，这条宿主连关系，并且现在这个推理在此前的推理中，非人审一直是凶手的首要目标，是毋庸置疑的受害者。随着凶手杀人动机推翻，他是否也存在成为凶手的可能呢？作为最早出现的无头尸，资一线和紫花一样，具备充分的作案条件。资一先生的死亡时间在第二天凌晨，案发地点在他的房间内。他有充足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且不用担心被其他人目击。假设凶手在上岛前已经寄生在资一先身上，那么第二天凌晨发生的事可能是这样的：为了伪造资一先被害的假象，凶手先是从内部砸死资一先房间的窗户，随后将手部和身体分离，再从正门离开房间。紧接着，凶手前往2楼的厕所，通过厕所的窗户移动到洋房的外墙，最终成功抵达了紫花的房间。待紫花彻底熟睡后，凶手袭击了睡梦中的他，并寄生到他身上。根据上述猜想，用具书的宿主为资细项，凶手完全有作案的可能。当凶手完成紫花后，后续的一系灵动仍能套用此前的推理来解释。意不明的是，凶手为何要刻意在 Z 线的房间里留下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这一举动简直像是凶手故意留下线索，等着被人发现一样。事实上，当确定凶手的杀人动机并非灭口奸人后，整个事件便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在新的推理中，凶手的动机似乎陷入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混沌状态。凶手的行为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杀人，反倒更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若逃开，抛开动机纯粹从
问机，除了最初失主为 CG 上这一情况外，显然还存在着诸多其他可能。在凶手没有明确动机的前提下，所有可能都处于加状态，不应被忽视。首先以与记忆上的死亡方式相近的吕林为例，是否存在最初宿主是吕林的可能？显然与记忆线不同林氏凶手便无法直接套用死前的推理模式。在吕林死前，他一度被视为最大的嫌疑人，原因在于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在医生死后，吕林看似长期不长，但事实上他是凶手后完全可以从窗离开房间，且不触碰房间及或机关。换句话说，他同样具备充分的作案条件。借助洋房的外墙，凶手便能自由移动到任何想去地方，且不用担心被其他人目击。子花和磊遇害时，尸体的不远处恰好都有窗户存在。对于身为无动机凶手而言，这些窗户不仅作为逃离现场的出口，更能作为侵入现场的入口。并且若吕林是凶手，他也有机会关闭电闸，再从暗处袭击落单的芹菜。是的，简单的分析后便能得出结论，吕林存在作为最初宿主的可能。那么其他人又如何？从时间顺序来看，最早死亡的两人是毛布和易宇。两人的死法，二人死法与他人并无不同，且尸体发现时头部依然完好。表面上看，两人作为最初的受害者，似乎与后续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然而，真的能够这样断言吗？回顾这3天中发生的是，凶手时不时利用自身无动人的特性，实施各种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诡计，将不可能的事件化为可能。在看穿凶手的做法前，实在难以想象无动人的存在，以至于不少人把 Z 先生当中的内容当作玩笑。在确定了凶手只可能是无动人的前提下，便更不能再用正常的思维看待问题。凶手是能将头部与身体分离的怪物，在身体结构上、动作上和普通人类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这样的生物，该如何判断他们的生死呢？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通常检查心脏跳动、脉搏、呼吸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然而，这套方法对这类身体构造的人类截然不同的生物真的可行吗？无动人会寄生在人类的躯干上，伪装成人类模样。根据文档中的描述，人类躯干被无动力击割后，其内的各个器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原因在于无动人本体的器官位于头部，人类躯干器官无法发挥原有的作用。不难想象，如果凶手主动切断头部，失去头部的支撑的躯干，便很快会失去生命体征。仅靠心脏跳动、心脏或脉搏的跳动是无法确定无动人的生死的。至于检查呼吸就更加不靠谱了，即便是普通人类也能依靠短暂的憋气来骗过对方。所以当凶手企图装死时，常规的检查手段是不可靠的。在这座没有特殊工具监测受害者生命体征岛上，凶手完全有机会伪造自身的死亡状态。换句话说，毛伊布和伊宇也存在着作为最初宿主的。当毛布是凶手时，他先是以身体不舒服为借口缺席了仪式，并在仪式的过程中杀害了伊宇。随后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装死，等待有人发现自己的尸体确立死亡的事实。当伊宇是凶手时，情况会相对简单一些，他只要在仪式上假装窒息身亡的就行了。在此前推理中，之所以推测伊宇是窒息死，是因为他脸上出现了不明的液体。这种略带粘性的液体出现在伊宇的下半张脸，覆盖眼睛的也罢。仔细观察的话，这种液体丝滑在流动。这种文章电荡无动在爬墙垫与乌鱼与蜗牛阔鱼相似。无动人能产生能够粘性液体用于辅助爬墙，凶手完全把这种液体涂在自己脸上，导致窒息身亡。仪式的过程中，当着所有人的面，他确定死亡的伊宇，恐怕没人呢再对他有灭查，
事实也的确如此，王一不可抑郁死，却惹王两人尸体都安置在各自房间中，除了众人分头寻找紫花的短暂时间外，甚至没人靠近过他们的尸体。也就是说，即便他们的头部很长时间消失，也没人会注意到。4. 至此，除阿良外，只参与此次活动其余10人以及中5人存在这里。因为不分头部的情况下，凶手依旧能伪造自己的死亡，所以不难发现，在剩下的人还一人完美符。虽又见西潮在雨林撞后陷入濒死状态，最终因缺乏急救而死。可确认离世后，西潮的遗体被发回房间，状况与毛部和伊羽如出一辙。理论上来说，西潮应该和毛部与伊羽一样具备相同作案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却略有不同。其中的关键点在于紫花的死。紫花在厨房遇害时除吕林外，其余人均在餐厅中。当时餐厅中共有6人，分别是阿良、紫菜、芹菜、龙真、磊东和西潮。那么可以到处理尸体所需的时间待在餐厅中的6人似乎没有作案的条件。针对这个事件，此前有2种推测：其一，凶手事先在寄生在紫花身上；其二，吕林或是其某位假死的人在餐厅用洗衣意外袭击了紫花，并通过窗户将尸体搬进厨房。若要证明紫花遇害时餐厅中的6人有作案的可能，必须提出3种为伤害紫花的凶在6人中。那么最大极点在于尸体的状态。紫花的尸体被发现时，看上去已经冻了1个小时以上。凶是如何做到在全程不离开餐厅的情况下杀死并处理紫花的尸体的呢？无论怎么想，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即便凶手并非人类，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段做2件事，也不可能是有2个无动蚁在作案。那么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呢？要么先后完成2件事，却在其感官上让人误以为2件事是同时发生的。若凶手在众人中，此番的死亡也或许比众人认知的要早不少。或许早在众人聚在一起讨论文档前，凶手已经将杀死紫花并处理好了尸体。在讨论文档起的一段时间，凶手找借口把紫花单独约到餐厅外，避开其他人的耳目，袭击了他。他把紫花的尸体塞进了冰箱的冷冻柜，随后又若无其事回到众人身边参与讨论。可行性的角度分析，在这个先后顺序下，一切有。然而这个也是同时伴随着一种不可忽视的矛盾。虽然紫花在闯入虐尸已被遇害，但这个早出现在餐厅中的紫花又是什么人呢？在餐厅讨论的过程中，大家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些打架，就用巧妙运用鬼祟祟，让人误以为翠花就在身边。这种事情有真的可能吗？不，仔细一想，这不正是凶手一直在做的事情吗？是吗？不动的能寄生在人类身上，拟态成对方的样貌，其真实度以假乱真。似乎从来没有人说过无动人一次只能仪态某一个特定的人类。虽认的文档记录了这大南门指定的血统，虽然校方系统给出了黑客入侵结论，但这件事显然，无论拟态不同的人样貌，通过人脸识异统的监测，这是他们拟态多张面孔的有力证据。也就是说，凶手凭借拟态能力，可随心所欲地变换不同样貌，且不受当前寄生对象的限制。既然如此，就算线上同时使用多个声线也不足为奇。所以当众人聚集在餐厅里的餐桌声线动机时，紫花真的在场吗？凶手完全有可能混在人群后方，通过切换不同声线伪造出紫花人在现场的假象，获取当时餐厅里始终是少一个人的状态，却完全没人注意到。显然，在凶手使用上述轨迹下，在场的任何人都有机会伤害。因此，吕林屠杀后不易伤害的鸡巢自然有犄角。知道跟其上的还有东为了尽快去寻请求救援，不顾众人反对，独自乘上了岛上唯一的橡皮艇。然而从他出发时算起，过去了1天，他却始终没有回来。当起所有人都以为东西那个将他离开不远后，像个压力艇一样回到时，也没有人会知道
牧人和师兄可以躲一躲在暗处，看准时机行凶，因此同样存在作为最初宿主的可能。在证明了所有人都会有机会杀死子华后，如果雷是所有人是做错雷是最子华后最矛盾的话呀，雷是最的。不过，是否以可能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行为，在这件事文档被曝光后，无论凶手是否提起这件事，都必然会有人尝试，都会认为把这个话题所有人放其他手上由，不如自己由自己来主导。因此，凶手主动提出了吴动人与事件的关联联系，随后又亲口否定了这个猜想。在接连有人遇害的分议里，甚至没有人心思去反驳凶手的观点。从作者的来看，这样的结果真的能说类发言前后相互矛盾吗？毫无疑问，类同样存在成为最初宿主的可能。至此，参与此次活动11人中，但是也没什么讨论的龙真和阿良是否存在最初宿主的可能。类遇害后前后，类秦阿良龙真芹菜三人绝大多数同意行动。站在等候的过程中，屋内突发停电，供恢复电后，发现雷死于2楼的厕所内。在此前的推理中，芹菜始终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凶手在停电期间寄生到了他的身上。但事情是否存在截然相反的可能？芹菜趁停电杀害了厕所中的磊，与另外2人会合后喝声自己迷路。如果事情这么发展，便会浮现出2个较为明显的矛盾。其一，为何在停电前厕所里的磊便已无反应回忆？其二，凶手是如关闭电闸的呢？其二，解答第一个问题，关键在于阿良等人自然进入厕所，先后顺序是芹菜、龙让、阿良和磊。阿良最为契合，阿良最终没有进厕所，最终埋看在磊之前进入龙真显得十分可疑。在进入厕所后不久便失去了意识，由此推测凶手或许利用了某种高浓的医用麻醉剂，比如凶田进入厕所用易挥发的麻醉剂放在通风口处，待磊吸入大足量的麻醉剂后，便会陷入昏迷状态。对于一点的只有龙真一人，但从第2天启用开始，龙真的芹菜阿良3人几乎没有离开过。龙真身是该如何在其他人眼皮底下完成如是多的繁琐如作呢？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从来没有人说过凶手只能是1-2个人，那么就为何不能有协助者？没错，在这种导致一系列离奇事件，即便一种存在共犯，也不足为奇。医用麻醉剂对于普通人来说难以获取，但对于无痛人来说却是另一回事。凭借行袭罪人无痛人来获取这些事迹，可以一试说是易如反掌。当龙真和秦代2人是共犯时，他们作案时图案上有着明确的分工。龙真负责将麻醉剂安置在厕所内，芹菜则负责在停电期间杀害厕所中的磊，昏迷的昏迷的磊。在这一前提下，再来讨论第2个矛盾点。当停电发生时，龙真、芹菜、阿良3人正处2楼的厕所门前。那么凶手究竟是在何时关闭电闸的呢？显然龙真的秦任和芹菜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唯有将思路放宽才是正解。为什么店长一定是凶手迷的？回顾停电前龙真的行为，便会发现他曾试图撞开厕所的门。陆荣真提前设计好了停电计划，他显然不会做出这般矛盾的举动。因此停电或许纯粹是一场巧合，在潮湿天气中因电器短路引发跳闸并不罕见。事实上，龙真与芹菜原本未打算在厕所内直接杀害磊，他们这么做或许只是为了制造一个契机，将剩下的人分散开。只要人员足够分散，凶手便有机会将他们逐个击破。可巧的是，就在龙真试图撞开的那一刹那，屋里停电了。对凶手而言，无疑是最佳的绝佳时机。于是龙真和芹菜便决定借机在黑暗中杀死陷入昏迷的磊。
龙真负责带路支开阿良，则芹菜在途中折返了2楼的厕所。为了到江草上发生的一切嫁祸给阿良，凶手2人还特意在第3日上午演了一出精心设计的骗局。芹菜佯装听到屋外有奇怪动静，龙真便借此机会离开餐厅，移动到屋外。芹菜从3楼窗户推下床头柜，并不一一砸在龙真的头上，可龙真的头真的被床头打到了吗？阿良并没有上前确认，因此无法判断而已罢了。阿良打开玄关大门时，龙真早已躺在地上，说不定只是装了被打的样子模样，因此可见门时被用意使龙真芹菜同样同在。最初可能，因此可能还总在故事上存在空用犯假说，完全是成立的。不仅是2人团伙作案，甚至3人4人共犯，在理论也都是成立的。也就是说，除阿良之外，其他人都有可能是凶手，都能带作为最初宿主的可能。可说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阿良排除在外呢？阿良作为本次事件唯一的幸存者，难道不应该更加可疑吗？虽然将凶手为针对阿良解释为凶手不希望事件引发过度关注的，一切自圆其说，但除此外嘛，从科技觉得说，凶手始终没把阿良劈住，没有阿良根本不把阿烈这样说的话，凶手就没道理把他当作目标。或许阿良是某种常见的智力更高的动物，所以他存在丝毫没有引起凶手的怀疑。因为一只不会说话的动物对凶手根本起不到任何威胁。回顾前2天发生的事，阿良几乎没在其他人面前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是他不想加入其他人的讨论吗？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加入吗？此前发生所有事件，都是以第3人的视角展开，且看上去是以阿良为中心叙述的。那确实，其中虽出现过不少阿良与其他对话的场景，但阿良真的参与过那些交谈吗？那些看似他人与同伴对内容，会不会只是他的自言自语呢？此刻出现在画面上的形象，或许只是阿良心中的幻想，即便听上去有些牵强，也无法否认这种可能的存在。不过事情就真的到此为止了吗？难道就没有阿良作为凶手的可能吗？当然不是，阿良是凶手可能性其实是完全存在的。回顾一下此前遇害时的情景，每次案发前后都会出现不自然的时间空档。虽然故事一直都是以阿良的视角推进，但在时间上确实不是连续的。除了西潮外，阿良从未目击过受害者被害的瞬间，每当故事推进，就会有新的死者出现。事实上，阿良完全可以趁视角不在他身上的运上进行作案。当磊遇害时，表面上看阿良3人一直守在2楼的厕所门口，然而无法证明阿良从始至终从没有离开过2楼。他可以借口去3楼查看吕玲的情况，然后趁机对厕所里的磊下手。当视角重新回到阿良身上时，画面恰好是他返回2楼后的场景。事实上，在阿良回到2楼前，磊就已经死了，所以无论龙真和芹菜如何敲门，厕所里的磊都无法做出任何回应。第3天早上，芹菜听见了奇怪动静，龙真便到屋外查看状况。当阿良打开玄关大门时，看见被床头柜砸倒的砸地的龙真，随后又从屋内传来了芹菜的悲鸣。表面上看，阿良作为一个旁观者，接连目击了2场悲剧，但这就能证明阿良是清白的吗？显然不能。和磊遇害时情况相似，阿良同样有充分的作案机会。当龙真离开餐厅前往屋外时，阿良并没有第一时间跟上去，而是前往了3楼。在3楼的走廊，阿昂通过窗户确认了屋外龙真的位置。他找准时机，他在龙真走到窗户正下方时推下了床头柜，然后就阿良一回到1楼，玄关打开大门，佯装确认龙真的生死。值得注意的是，当死者再次回到阿良身上时，屋内安静的出奇。阿良
甚至能听见屋外的海浪声以及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样的场景下，他不可能听不到床头柜砸入地面时发出的声响。那不正是因为推下床柜的人是阿良本人，他才不会做出反应吗？芹菜听到床柜倒塌的离开餐厅，恰好撞见前方的一幕。芹菜的悲鸣并非饥饿杀出的，而是他在目击了龙震的惨状后发出了尖叫。意识到阿良是凶手的芹菜落正汉拖进了3楼的房间。没错，稍稍转换视角，一路发现阿良同样存在作为巨兽宿主的可能。在一阵暴风雨、骤雨战的思考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一种难以言语的那脑沉入深片底泥潭，难以证以新的前提作为原点都转1周后得到一个没有丝毫价值的结论。当没有明确动机时，所有人都有成为凶手的可能。毛布、一语增生、紫花、西朝东磊、女灵、龙真、芹菜、阿良。但凶手单独作案的场合，凶手存在共犯的场合，基于不同的情况，凶手作案的时机和手段会有所不同。然而无论是凶手，最后都会得到几乎相同的结果。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从众人登岛的那一刻开始，到阿良在餐厅等待救援结束时，根据观点的不同，事件被划分为了无数种可能，并最终交汇到同一个终点。没有明确目标，标准答案题下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解释都是等价的。在有限的情报中，不可能完整还原这件事件的全貌。既然结果相同，那纠结真相又有什么意义呢？看上去早已彻底放弃思考的阿良独自在餐厅中等待着救援。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的水珠照射在餐厅的地板上，形成大小不一的透明纹光斑。时间以分秒为单位，不断流逝。不经意间，不远的屋外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响动。刘子龙听见了二人微微起身，细细聆听。然而光凭这点声音，显然无法确定对方的身份，是男是女，是敌是友，是一人还是多人，是凶手还是救援，对方是普通人还是外星生物。说到底，这一切究竟是阿良的幻想还是现实？即便试图放弃思考，大脑仍不自觉地开始联想背后的关联。以此为原点，名为四维空间的又一次涌生出无数的可能。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结束了，现在结束了。感谢游玩。OK， 应该是要结束了吧？还没结束吗？怎么回事？怎么还没结束？什么鬼？这是的？这感觉都完了吗？怎么还有这个？不应该出一个主界面和一个成就跳出来。喂，你有在听我说话吗？都一样，何总选。应该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吧 ？OK。我是问这样就可以了吗？你在发呆，害我以为出了什么事了。说说你的喉咙好点了吗？哇，你在问我喉咙好点吗？我喉咙一点都不好，好不好？好吧，我得还是感谢，谢谢，感觉好多了，是吗？太好了，看你脸色不太好，担心你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他在问我喉咙好不好，可不跟我说忙了3天时间，可看样子总算可以收工了。补还这是游戏吗 ？OK， 我先保存个存档。应该不会再有孙之了吧 ？Why the true？ 如果当真是，
是呀，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结局。还有最后一个故事，这后记了。哇，这个直接面乱成什么样了？真是的。这不是那个 Z 先生的房间吗？大家没有看 Z 先生的房间就是这个样子。布置吧，健忘症、仿香、头学会、人面犬、目击者、二重生活的爷爷、向日葵的种植方法。感觉大部分都是向日葵种植方法。